本节目由5G 视频手机双方头更清晰 OPPO Reno3 Pro 冠名。案情高难度手抖，稳定拍摄靠 Reno。本节目由5G 视频手机 OPPO Reno3 Pro 独家冠名播出。抖音越玩越嗨，办案脑洞大开。本节目由记录美好生活的抖音 APP 赞助播出。奥利奥探案路上，黑白通吃。本节目由好吃好玩在一起的奥利奥赞助播出。发现真相，发现更赞的自己。感谢科技成就生活之美的博士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关注芒果好物或明真专属产品。东西是我的，但凶手不是人家啦。你敢怀疑我？老夫可没说谎。昨日我一出门就见到哥哥失魂落魄，到底谁是真凶呢？上抖音 APP 搜索话题“明星大侦探”，9条视频下留言，猜中真凶，且点赞数前5名的用户将有机会获得无人机、笔记本电脑、相机、抖音周边的惊喜好礼。本节目一共6位明星玩家，在每期设置的游戏剧情中，分别有侦探、嫌疑人、真凶3种身份。真凶隐藏在嫌疑人之中，只有真凶可以说谎，只有找到真凶，玩家才获胜。游戏设置侦探酬金，每期抽取角色卡时，每位玩家将获得1根金条。如果真凶逃脱，则真凶获胜，其余玩家将所有金条交给真凶。如果抓住真凶，则投票正确的玩家保留金条。侦探若2次都投对，则可额外获得1根金条，其余玩家需归还金条。就是我刚刚转来的著名的北方慢车嘛。没错。难道您就是传说中车速无敌的赛车手？猜的没错，整条铁路线上没有人不认识我。知道为什么这辆车叫北方慢车吗？为什么？它曾经创造过一个奇迹。用了7天7夜从2环开到3环，乱堵车，创造了一个新的速度记录。等一下，无人能及。等一下，你哪位啊？我是厨师长。对。哦，这个车上还配了厨师。是。你是列车员？对，我是这个车的列车员。我跟总公司说过了，我说派一个稍微帅一点的列车员。但是没想到公司派了一个超标的。好，那个潇洒，给你的鸡腿。哦，鸡腿，你还是没有忘记鸡腿。对。为什么车长没有这样的待遇呢？他握着的不是鸡腿。她是个姑娘，这个姑娘的味儿有点。我有一个习惯，在我每天开工之前，我都会用 OPPO Reno3 Pro 拍一段 Vlog， 就是现在年轻人非常喜欢的，就是 Vlog。今天早晨，纪念一下我第一次搭乘这辆传奇列车。真的很防抖啊！看多么复古。
好，各位，10点半准时开车。好。当然，这一辆北方慢车，我们所有人的行动都要和这辆慢车相匹配。从现在开始，我们要让观众用2倍的倍速才能看到我们正常的举动。我们上车，准备出发吧。好，列车长请。哈哈哈。我的脑洞像人间烟火，我的脑洞，老婆，老公，你的手好软啊！哎呀，你拉的是我的衣服。哦，不好意思。今天会不会有什么鸡腿便当？看，这个火车就是我为你承包的。你就是我的车王，我的 Car King。哎，人类，我也快不行了。哎，好冷哦！老婆，你千万不要感冒了。啊，没事，你就是我的感冒灵，暖暖的。哎呀，你们俩别虐狗了。你知道我的超能力是什么吗？只有我一个人。你的超能力是什么？超喜欢你。哎，你也是去蝴蝶谷的吗？哎，这位兄弟，你家三呢？这人没什么礼貌。那我们上去，他们说我们上去。我已经被你们虐得浑身发抖了。各位旅客朋友，大家好。本次列车是由东岭站开往蝴蝶谷的北方慢车号列车，还有3分钟就要开车了，请还没有登车的旅客迅速登车，祝您旅途愉快。尊敬的各位旅客，各位好，欢迎您搭乘北方慢车号列车，我是车速无人能及的洒车长。我携全体车组人员，乘务员潇洒，大厨郝章竭诚为您服务。本次列车已于1月31日上午10点半从东岭站出发，2月1日下午1点20经停蝴蝶站后，将于2月1日晚7点到达本次列车的终点站蝴蝶谷。您可以在中午12点之前前往位于7号车厢餐厅的厨房订餐。幸福的时光总是短暂的，但我们的旅途却是超速的。祝各位旅途愉快，祝您好运。方便面、火腿肠、凤爪、瓜子、花生、啤酒，应有尽有，有没有需要的？死人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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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死人了！死人了！怎么了，老张？死人了！死人了！车长，死人了！嗯，什么情况啊？看看，在餐车发现了有一具死者不明的尸体标动，问题不大。为什么呢？把窗户打开扔出去吧。好。我们大家继续开心的旅行吧。来，回来。这个我个人认为，我今天第1天上班。你不是列车长吗？还是我们走吧。我是从别的车转过来，但不是第1天。那你是开火车的人吗？我刚才是在驾驶火车。现在呢？所以现在谁在开车啊？所以现在是自动驾驶，我先告诉大家，现在发现的情况非同寻常。我是这列车的车长，只有我能够从时间上完美的排除在外。
懂了，懂了，懂了。现在呢，我作为侦探，带领大家把这个案件的真相寻找一下，好不好？好。社长，他应该是逃票上来的，真化学通缉令，应该是他。死者的，我觉得得确定一下吧。哎呦，还挺沉。哦，是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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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者叫甄化学，出生于1970年。此人涉嫌多项罪名。2002年1月31日上午，在 M 市铁路边大院发生了一起故意杀人案件，是1人死亡，1人重伤。突然转到地方台了，怎么？重大嫌疑人甄化学此后立即搭乘北方慢车畏罪潜逃了。潜逃当天下午，甄化学疑似用其私人调配的化学品导致了重大火车事故。我2020年1月31日下午13点05分，我们的车刚刚从东宁站出发，是往著名景点蝴蝶谷的方向驶去。在车上发生了一起命案，就让我带领各位来侦破这个案件。我们对一下车上的乘客：何素，男，25岁，6车包间1；郝晨，27岁，就是我，6车包间2。你跟我们的厨师是亲戚吗？为什么也姓郝？对，这是我的弟弟。我们的厨师叫郝张，好脏。好脏，好脏。我们还有一个乘客叫贾刘，25岁，8车私人包间。哎呀妈呀！相当低调啊！还有一个乘客叫吴漂亮，也就是没有漂亮，24岁，8车私人包间。哦，两人是同居关系。我老公。那结婚证拿来看一下。我是车王的女人，你管我这么多？你要叫我一声老板娘。是车王的女人，那就叫车女。潇洒是列车的乘务员。乘务员。乘务员。接下来我们请到5车厢的休闲区，我们坐下来好好的询问一下各位。况且。其实北方慢车并不慢，现在正在自动驾驶模式，而且你感觉不到。你以为它停着吗？其实它在开。你以为它在开吗？其实它停了。对。接下来呢，我想问一下，你们和死者究竟是什么关系？包括你们各自的身份。从你开始。我是郝张，我是这个车上最敬业的厨师，我拿手绝技鸡腿盖饭，就只会做这一道。这么流利的口条。对，这心脏病要犯了。所以你在这趟车上工作了多久？我这是工。哎，行了，3年。我跟死者没可能没什么关系。跟死者没有任何关系。没有可能没有关系。双重否定表肯定。拖出去打。接下来，好，我叫潇洒，我在这个车上工作了3年，是这个车上勤勤恳恳、任劳任怨的列车员。我在江湖上有一个称号——最强右手。你的左手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什么你要这么突出自己的右手？我的左手它发生了一些变故，对，不太自然。所以这样吧，稍后我们再来了解你的左手的问题。好的。你的名字叫潇洒，这个名字不太合适吧？为什么？因为你叫潇洒，我叫小洒。这样我们走出去，粉丝会傻分不清楚。
萨萨，你放心，绝对分得清楚。你们俩今天穿的虽然是同款，看起来完全不一样，也不一样。但就这么说，这个名字也不合适。你知道潇是啥意思吗？看谁不舒服就潇谁。你潇洒你是啥意思？你潇谁呢？当然，我也听过这个服务员的一些江湖传闻。什么？他要脾气急起来，不光潇车长，他连火车站都潇，简称潇站。啊，这一段感觉天衣无缝的感觉啊，好精彩啊！太牛了！说说吧，跟死者啥关系？我不认识他，我根本不认识他。好，这位，你是车长，我呢？他是车王。我是车王，这个车呢是我名下的产业，加上这辆车，其实我总共有10辆车。今天呢，我跟我太太2个人呢，我们就坐你这个车，我们2个想去蝴蝶谷，结果没想到就发生这个杀人案件，所以说希望你作为车长赶快调查清楚。你跟死者是？我见过死者，有一面之缘。不认识，我见过，但是呢，车上的人其实有很多我都认识，这位郝脏。这位潇洒，包括这位何素，以及我的太太，我们5个人是同学关系。但另外最后这个人，除了这个野生动物摄影师之外，但是现在我们知道他正在拍你，你说他是野生动物摄影师。你们5个是同学？我们5个之前是同学关系，但后来大家毕业之后呢，就开始各自的工作了。好，但你上车的时候见过死者一面？我见过死者1次。好的，来吧。我是车王的脑婆，吴漂亮。我的特点就是我笑声特别大，笑出鹅叫。你跟死者认识吗？认识。认识。多年前。既然认识，告诉我什么关系？我不能跟你说。我能听吗？你自己把这往那上带。但绝对不是戴绿帽的关系，不要担心。这位戴墨镜的，只要我的右手还能转动油门，哎，有人跟你拼右手了，现在。只要我的耳朵能听到排气的轰鸣，只要我的脸颊能够感受到疾风的抽打，只要我的这个部分能够感受到发动机的颤动，那我就是全世界最幸福的男人。我是一个骑士，我叫何素。我跟死者有着一些微妙的关系。怎么微妙？能简单描述一下吗？看着我的眼睛，你猜？此乃高人也。这位，我的名字呢叫郝晨，因为我每天都背着好沉的摄影器材，去到处游历，然后拍下美丽的风景和野生动物。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今天真是不虚此行啊。哎，你是郝脏的哥哥还是弟弟？我是郝张的哥哥，但是这个上车之前，我并不知道弟弟在这辆车上。哦，这么不熟啊你们？非常的疏远，我们性格不同，我热情开朗，他孤僻。你虽然热情，但是你啊表达不出来，你这挺难过的，这孩子压在心里。你的职业是什么？职业就是摄影师嘛，就是哪儿有活我就干什么活。你跟死者认识吗？见过，不熟。也就是说今天刚刚见过，但不熟。对。每个人说一下时间线，从你开始。时间线，今天一早上大家轮流到我那儿订餐，但实际上餐车只有1道餐，就我只会做鸡腿盖饭。所以，你们如果听了车长的广播，你们应该是知道，
订餐只有到7号车厢的厨房才能订餐。10点我们上车，我一直在厨房准备食材。11点半在餐厅见到过死者一面。我11点半见到死者的时候，贾刘正在请他喝咖啡。没带你吗？不会是我头上绿了吧？所以你没有跟他们2个人说过话，只是看到了这个场景，你没有过去参与。没有参与，但是他咖啡得是从我那儿点的。然后我就回去准备中午饭了，直到1点出头出来看到他死了。你的准备中午饭的区域跟餐厅不是一块儿的，有一道门隔着。我也是10点跟我们的厨师跟车长一起上的车，然后上车之后我就去乘务室给大家准备食品零食，然后我11点15见过那个死者。在哪里见过？在乘务室门口。哦，是经过你那儿还是？经过。对，然后我觉得这个人有点可疑，看起来，因为他穿得破破烂烂的。而且你知道他不在乘客名单上，对吗？对，但当时我急着要值班，所以我就没有去追他。我想等我那个值班时间过了，我再去找他。然后到那个13点的时候，我推着小车出来给大家送吃的时候，就听见郝章然后在喊。乘务室是在几号车厢？在6号车厢。所以你是从6号车厢推着车往7号车厢。对。所以郝章是第一个发现死者的吗？对。好，贾刘说说吧。我呢10点15跟我老婆吴漂亮，然后还有我们同学何素，然后我们一起上了车。11点20的时候，我去餐车订饭。你稍等一下，10点15你们上车以后干嘛了？在我们的包间里待着。你跟你老婆一直在包间里。我有出去。对，我老婆不知道去哪里了。11点20呢，然后我去餐车，然后找郝章同学来点中午吃的饭。点完2份饭之后呢，我就看见了死者当时坐在那里，我就跟他聊了2句。聊了2句之后呢，我就从郝章那儿点了杯咖啡给他。给他之后呢，我就回了我的房间。你几点走的？10点30我点了咖啡，给他完我就走了。然后就回了房间之后呢，就一直在房间待着，直到听到了郝章喊死人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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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死光了。我就出来了，然后就看见了死者在那里了。为什么要给他点咖啡？这个能说吗？我跟他聊2句天，然后就说那咱在这儿聊天，我是车王对吧？这是礼貌，给他点了杯咖啡，说咱俩喝着咖啡聊。好，接下来我10点半，然后去吹风，吹到12点20，回到房间。哇，吹这么久啊！10点半吹风，吹2个小时。你不怕上天吗？你吹那么久。怎么大风越狠，我的心越大。然后12点回到房间，就跟老公一起。这2个小时你有没有见到死者呢？有遇到，聊了一下。几点遇到的？10点半。一出来透风就遇到死者了。对。约他去哪个包厢？5车。我不是约他。你看这绿钻戒，你可带劲！你这个估计不是个戒指，是个发卡。不是，老公，不要误会，在5车遇到他，跟他聊了一下，但是的确没有做一些超越普通朋友的关系。然后呢？我就去吹我的风，吹到12点。你继续在原地，他就走了。他在那边，我去吹我的风了。他往哪个方向走？你见过？我不知道，没有注意。对，因为我就觉得很郁闷，需要吹风。你这个郁闷现在不能告诉我们，对吧？不能。不能告诉我们，对吧？你这个郁闷现在不能告诉我们，对吧？不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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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个郁闷现在不
到你了。我10点一刻的时候，跟我的同学贾刘和吴漂亮一起往北方慢车上面走，在快要上车的时候，遇到了一个不认识的人，然后他正好到我旁边，我就礼貌性的跟他打了个招呼，他就穿过我们，直接上车，没有理我。然后呢，我就往回走，去到了我的车厢，在我的车厢里待着，忙我自己的事情，擦擦头盔呀。11点50，我去到了餐厅，订了餐之后，我看到餐厅有一个人，他是郑化学。那他跟谁在一起呢？他自己一个人。你确认那个时候他活着呢？活着，他没有趴在上面睡觉是吗？没有。你没有跟他说话？我做了一些事情，但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情，也就是杀了他。没有啦，怎么可能？说说你的时间线。我呢也是跟他们几乎这个前后脚上的车，因为我比他们这个你是前脚，我们是后脚，对，快了一步。能说为什么你要抢在他们前面上车吗？可能我喜欢抢先人一步吧。抢先人一步，抢先一步，然后就回到房间，然后呢10点55听到广播嘛，就去餐车订餐，然后就发现了我的弟弟，他抢先我一步上了车。11点10分点完餐，回到我的包厢，然后就见到了死者。他在你的包间里？对。你有跟他讲话吗？有，我们交谈了5分钟。啊？交谈了5分钟。好漂亮，真的好漂亮啊！他现在这个光好，就这种逆光的侧脸，然后低头在思考。聊了5分钟，也就是11点一刻，高原上的藏狐。那个藏狐啊，是那种表情包的狐狸，特郁闷那种狐狸。你把你那个拍野生动物的相机放下。这个光不知道为什么在他们身上有一种和煦温暖的感觉。你脸上就夕阳红。最美不过夕阳。哇，好有范儿啊！喜欢。温馨又从。所以这么说来，11点15分，死者从你的包间离开了，对吗？对的。11点15分，你有发现死者出来之后是往哪个车厢的方向在走吗？没有，他自己出去了。侦探，因为刚好11点15分的时候，潇洒遇见他，他应该是往潇洒那个方向走。对，这个细节非常重要。既然这个车厢里面只有我们7个人，所以我想也没必要分组了，我们大家一块儿去搜证吧。
第1轮现场搜证，7名玩家分为2组，同时搜证，限时10分钟。每人可使用5G 视频手机 OPPO Reno 3 Pro 拍摄10张照片。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吗？探案神器。哈哈哈，探案神器 ，OPPO Reno 3 Pro。以往我都会说案情高能到手抖，稳定拍摄靠 Reno， 但今天不用手抖，车本身就在抖。超级防抖视频手机，5G 手机，1人1部。是的，送给你们。一来拿吗？这是我们车王给大家的见面礼。哇，这个真的好漂亮。请各位认真搜证吧。这是我的房间，欢迎大家。我不去。那我去。我去。这个地方，我来看看这个喜欢开车的人。好，陈的房间，请进。我要去。哈哈。哦，潇洒的。好，不好意思喽，那我就开始那我就动手了。去案发现场看一看吧。都没有人来。按照我的习惯，哦，案发现场，对我也想来看一下，是最重要的一个地方。是让我们能检查他有没有什么。稍等一下，我先拍一下他死亡的状态。好。他喝了咖啡，他这还有个茶杯。白水啊！它这儿有一个多的一套衣服，你看这个，我刚才看哦，这是一个包。他的身份证，真流浪，他姓名不叫真化学，他叫真流浪。MG 3流大学真化学教授，真化学是他原名，这是他假身份，因为他要跑嘛。M 市寄宿学校发生爆炸案，1名学生死亡，2名学生重伤。他这有一句自己写的话啊：如果我被抓，故事就应该在这里结束，但我现在要疯狂地活着。说的是 M 市学校爆炸案。2010年12月31日，2013年1月1日，2014年2月2日，2017年11月11日。检查他有没有什么外伤吗？仔细检查一下。这个看起来其实像是中毒死的，但是我觉得应该是中毒吧。来，把它拿到中间来。哎呦，血，头部也没有事情，颈部有问题吗？呀哈，这附近目前没有任何尸体上的其他的症状吗？死者死因现在都确定不了吗？牛奶。乘客自取。哎，八卦周刊，麻雀变凤凰，普通女孩嫁入车王家。潇洒，哎，你的左手怎么又感觉跟刚才不一样了？又换了个手套？对，我又换了一个手套，我有很多手套，然后但是我依旧是最强右手。对。我们家这个潇洒呀，平时还有副业，卖手套的，有很多手套。
手机。有人约他来拍500张宣传照？问号。哎，大老师哎，好酷哦！喂，大家为什么要画弟弟？I believe whatever doesn't kill you make you strong. Sometimes all you need a little push. 他需要什么 push 呢？这里有一个盒子啊，有个女士的衣服啊。她多大？她是不是有个妹妹还是有个女儿啊？她为什么要带着这个？这也不合身啊。热浪，范特西。爸，我回来了。我可不能叫你爸，你还是要打我妈。你不但打她，你还打死了她。包是空的呀，这不可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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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包肯定不是空的。被我查到了吧？7年，执行140个地方。啊，我知道了。7年行驶了140个7140。时间还有5分钟。很多制服还是蛮周到、蛮讲究的人。7号餐车的监控，那我用拍视频超防抖的5G 视频手机 OPPO Reno 3 Pro 记录下这一段吧。他拿了一个牛奶，哦呦，他真不讲究，就对着喝了一口。这个时候是12点27。28分的时候，但是他来的时候已经有点踉踉跄跄的感觉，他现在坐下去了。12点31分的时候，他坐下去了。哎呀，还有别的什么呢？啊！
发现了一个照片儿。这能打开吗？可以。事故中受到神经损伤，失忆口失。 哇，好想找回丢失的记忆，找回爸爸的脸。列车爆炸。哎呦！ 好脏，同学。哎，没发现他房间里边居然有一个博士手持吸尘器，非常的轻便，而且可以随时的吸衣服上的毛，轻巧吸力大，用起来方便。 博士发现真相，发现更赞的自己。我要500万打到这个账户上，真流浪。 不然你老公会知道他该知道的，这是威胁吴漂亮的。时间还剩3分钟。假车王后继有人，私生子死里逃生继承财产。假车王遇难了，然后他私生子记忆有点断飘。 哦，找到了一封通缉令。所以说他知道这个人，他也在找这个人，应该是。 车长，快，试毒，试毒试纸，快，就在那儿，那个我药箱里面找到的，快，要不要试一下？你拿手机拍着，好，拍视频，好。这应该是一个试剂可以让它变色的一个原理。咖啡已经变绿了。 然后是这个，还有那个牛奶，牛奶是第一罐那个少的那个。这2个颜色一样的。啊！牛奶变成了蓝色。10秒倒计时开始。 10、9、8、7，剧毒6，验毒试纸遇此毒变蓝。3、2、1，时间到，请离开现场。走了，萨萨。
5G 视频手机 OPPO Reno 3 Pro 记录清晰时刻，第一次集中推理，根据收集到的线索完成推理。目前的猜测，我的2个员工，一个乘务员，一个厨师，可能在多年前与死者有关的一起事件当中是受害者。你猜？对，他伤的是左手，你伤的是脑子。还有舌头。我猜对了吧？今天这起案子，作为侦探来讲太难了。我不但没有侦探助理，我还得面对6个嫌疑人投票。实际上这是一个平面图，就是上了火车之后每一个人的空间。5号在前面，从6号车厢开始，6号车厢是何、陈、肖，3个人是在6号车厢。7号车厢是餐厅和厨房，厨房是郝张的空间。8号车厢是属于2个夫妻他们的独立空间。我梳理了一下死者在车上的一个行动线。上车之后，第一个见到的人是在5号车厢贾刘的老婆，也就是车王的老婆王婆。你跑到5号车厢来吹风，你跑了大老远，第一个见到了死者真化学。11点10分，陈在他的房间里见到了死者真化学。他聊了5分钟之后，11点15分，真化学应该是从陈的房间出来，继续往餐厅的方向走，路过肖的门口，跟潇洒碰了面。所以潇洒说自己11点15分见到过死者，然后紧接着是11点20分，贾刘说他在厨房点餐，点完了之后出来，在餐厅碰到了死者，然后给死者买了杯咖啡，而且跟死者还聊了几句。到了11点半的时候，郝张把咖啡送出来的时候见到了死者，所以聊的时间应该是10分钟。11点50是何素说他从厨房点餐出来，看到死者，但奇怪的是，何素如果去厨房点餐，必定路过餐厅。为什么在你去餐厅的时候、去厨房的时候，你没有见到死者，你从厨房出来的时候见到死者？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疑点哦。大家注意他坐的位置，他是面对着厨房的位置，也就是说，我从餐厅路过的时候，他是背对着我的，我没有注意到他。但是我去完厨房点完餐回我6号，看见他的正脸了，看到他的脸了。一看到这个脸，我浑身一激灵。所以，那是不是可以证明，死者基本上从11点20到11点50这半个小时时间里，都在餐车，没有离开过？因为不断的有人看见他在那个地方出现。对。但是，请各位注意，从11点50到13点05，我们发现尸体1小时1刻钟。那么这1小时1刻钟发生了什么？死者到底是什么时间死亡？什么时间被人下毒？作案时间是什么时候？好，接下来请各位分享一下你们找到的证据，帮侦探梳理一下。首先，我们有请郝张。我就主要去看了一下贾刘他们夫妇俩的那个房间。首先，第一时间把他们俩的手机给找到了。贾刘的手机上保存着这样的一条抖音。昨日，北方慢车行驶中发生重大事故，多节车厢损毁，造成多人伤亡。调查显示，事故系乘客真化学私人配置的易燃易爆化学物品导致。遇难人员名单统计公示如下：贾车王、刘女士、肖先生、郝先生、甄小妹。更多爆炸案后续新闻，请下载抖音 APP， 关注 M7 快讯。应该是18年前的这个131事故，所以就是2002，对，1月31日。
这起事故的遇难名单里面出现了姓贾的、姓刘的、姓肖的、姓郝的，还有姓甄的。5个非常有特殊意义的名字。对，然后这个是存在贾刘的那个手机上。然后另外我还觉得有一个疑点，就是我们都认为真化学是一个多年的通缉犯，但是我们在死者的身边找到了一个本子，本子是他过往所制造的事故的记录。它的第一页就是 M 市校园小树林事故，然后他在红字写了一行字：如果我被抓了，这个事情就到此了结了。但是我现在活下来了，我要继续疯狂地活着。你能确定这个字是死者写的吗？这个字应该是死者写的，因为后面整个记录的都是死者做的一些行为，但是在他的记录本上是从10年前的 M 市的那个事故开始记录的，并没有记录02年的那一场。所以我现在怀疑18年前做这个事的人到底是不是他。而且那一年发生了什么，使他要疯狂地活下去？对，而且正是因为他没有被捕，他在之后才开始疯狂地活着。那也就是说，后面是没有意义的，而之前的这个事情是有意义的。然后接着梳理那个贾刘的背景跟线索啊，我发现他实际上是贾车王的一个私生子。他的柜子里有这样的一个消息，上面写着贾车王后继有人，私生子死里逃生继承财产。首先，这个贾车王是在1月31日这起事故中遇难的。然后外界对于贾车王的遗产继承一事非常关注。所幸的是，贾车王在事故发生之前对外宣布了自己还有一名私生子。在事故中，其母不幸遇难，而贾车王私生子由于贪玩跑到车尾而逃过一劫。据说这个孩子受了太大刺激，对于整个事故的记忆有点断片。那孩子几岁？当时7岁。7岁。这里面就是他1月31日的时候上这个火车，就是为了接这个私生子回来。贾刘是因此继承了贾车王的财产。然后这里面有一个关于贾刘的汇款的记录，取款通知单，起点是96年1月1日，一直截止到2002年1月1日。他每年会给这个刘女士打2次款，一次是在当年的1月1日，还有一次是在6月30日，半年一次，从96年开始。所以也就是给你的妈妈。对，等于是他1岁的时候开始打钱。对。之前的备注都是照顾好我儿子，然后到02年最后一次的时候备注变了，就是我已经公开有私生子的事情，31号我会把儿子接回家，正式承认他。这个是贾车王跟刘女士登上2002年那辆列车时的故事背景。我跟我妈妈一起住，然后钱一直借到我们这儿的。当时呢，就贾车王来这边再把我们接走的。然后在他们的房间里面发现了这2个人分别都被真流量勒索着。哦，真流浪是真化学的化名，现在所用的名字。这2个是在发现的地方是不一样的，其中一个是在一个装化妆品的箱子里面，应该是威胁吴漂亮的，因为它上面说的是我要500万打到这个账号上，账号多少多少不明真流浪，还要一台卖到断货的 Reno 3 Pro 手机，不然你老公会知道他该知道的。你老公？对，不然你老公会知道他该知道。你果然有一些该知道的东西。绿戒指拿出来了又。哎呀，还好准备好了。一道绿光闪到头上。我这是祖母绿啊。
威胁我，就是因为我有钱，所以他想要从我这边拿到500万。是你有钱还是我有钱？哎呀，都是一家子，不分你我。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但是我没有给你戴绿帽子。但是我想确认一个事儿呢，就是这个你知道吗？这个秘密值这个钱，银行账户多少户名真流量，账户是一样的，户名也是一样的。这个是威胁我的，对吧？这所以我猜的没错。但是上面没有钱数。1000万，他威胁我要1000万。他威胁我500，要跟他要1000。哦，那你比他贵1倍哦。哎，但我不知道他跟你威胁。我也不知道他威胁你。他们俩都不知道，但是这个人同时威胁他们俩，然后这所谓的秘密是同一个秘密还是不同的秘密呢？不同。一看价格就不是同一个价格。我11点20的时候，我去找厨师点餐，然后结果在我点完餐出来的时候，刚好就看见了这个流浪汉坐在这儿，然后呢，他就跟我说了话。他主动跟你说话？对，他主动跟我说话，然后呢，他就说我知道你一件事情，如果你不想这个事情被别人知道的话，你就给我往这边打1000万。然后呢，那这时候在聊的过程中呢，其实我也有点紧张，有点忐忑，因为这个秘密其实挺大的。然后呢，我就也要了杯咖啡。所以他告诉你是什么事儿了？他告诉我是什么事儿了，但我现在还不能告诉你们。然后呢，我就把咖啡给他，然后呢，我就说好，我知道这件事情了，但是这个钱他也不是说现在就要，所以说我就回了房间。你给他咖啡的时候，是不是想干掉他灭口？没有，因为我去那边的时候，我完全不知道我会遇见他。我是到那儿突然发现这人在这儿，他又突然告诉我说我知道你秘密，我没有离开那个环境的情况下点了杯咖啡给他。为什么要给他点杯咖啡？还是这个问题？给我一个我能相信的理由。因为当时我很紧张，我也需要找件事情让我们两个的关系变得稍微不要那么剑拔弩张，把他稳住。对，我说来，那你先别着急，你先喝杯咖啡，咱俩慢慢聊。合理。你知道我磨了多费劲吗？我又没有无敌的右手。我有。还有就是他的手机上有这样一个视频，就是吴漂亮正在吃奥利奥，扭一扭，舔一舔，泡泡。奥利奥泡了牛奶。咦，车上怎么会有个流浪汉？他看起来好可怜哦。他是饿了吗？来，我最爱吃的奥利奥给你吃，搭配牛奶更好吃。我吃奥利奥，但我不爱喝牛奶。但我不爱喝牛奶，习惯。我给他奥利奥，他突然对我不耐烦。但当时你认出他了吗？当他对我不耐烦的时候，我有认出他。对，你是后来认出来了。对。你给流浪汉奥利奥的时间是什么时间？10点半啊。10点半，你不是在那吹风吗？10点半出去我就碰到他了。等于拍到那个视频就是在5号车厢。那你是什么时间收到的那一张纸条呢？10点半。是。哦，我认出了他是谁，他也认出了我是谁。哦，然后给了你纸条。他威胁了我。啊。所以感觉他很讨厌牛奶，所以我觉得非常奇怪。我等一下会有视频告诉大家，他是专门去喝了牛奶，他是大口大口的喝了我们测的那瓶牛奶，但他不爱喝牛奶，不得不喝牛奶。发生了什么事情让他不得不喝牛奶？但是请注意，他拿走了一盘里边4个奥利奥，然后其中一个，反正前面的镜头很清晰，是泡过牛奶。对，我觉得跟奥利奥一定没关，这是一定的。对对对，因为奥利奥那么好吃，谁舍得下毒啊？对。然后，那我就没有了。你怀疑谁啊？我不知道。
流，甲流。好，来，我主要看了一眼脏的房间。脏？那个房间脏吗？很脏，因为是厨房。我们现在已经知道的情况，其实就是当初小树林里的那场意外，导致了张残疾，主要集中在脑部啊。诊断说，在意外中受到神经系统损伤，导致应急性失忆、口吃、反应速度慢等永久性后遗症。这是2010年的12月31日。然后我们看到了很多，就是他之前的一些什么奖状，好脏同学元素周期表倒背如流比赛第1名啊，然后一大堆奖杯啊，还有就是他现在在有那个朗音口才训练。他现在其实一直在训练自己的口音。紧接着呢，重要的事情来了，大家先看我手指上这个，好绿啊，好脏啊，好绿啊！我在郝章的钱包里边发现了一张照片，是郝章和吴漂亮。我把这张照片抽出来之后，它是一张完整的照片，然后照片里面是我们5个人。那怎么只有我跟他？他把它折起来，我们都被折起来了。我们在他的人生当中不重要，拥有名字，我们被折起来了。我们就像那种杂志的年刊，你知道吗？很多明星只有大明星才会出现在封面，其他会被折起来。我才应该生气哦！他跟我老婆照相，把我折起来了。不用说这么多，只用一句话，他的故事里没有你。更狠的是，背面有一点点字叫“心里有你”。哦呦，他撕掉了一点点。这个还有一个字，但是我当时在想说，心里有你爸、你妹、你姐，有你鬼。所以这个照片是在郝章的钱包里。对，你解释吧。你们在我的故事里是我失忆的那一部分。哎呦呦，我应该在车底，不应该在车里。看到你们有多甜蜜。所以他暗恋我。我心中有你已经很多年了。他一定很爱你，也把我比下去，分手也只用了1分钟而已。为什么暗恋我呢？哎呀，那个撕掉的字是什么？你们心里有你们。因为发生什么事撕掉了？没有，我们并没有得罪你，只是你确认了你对他的心意，是吗？对，我不是我们不好，是他太重要，对吗？你们好不好不太重要。啊，好痛，心好痛，就好像拍了封面被折进去的痛。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我跟他还没有哦。我根本不知道这件事情，我心中只有你。因为他自己都说了，他说是暗恋，就说明当事人并不知道。你的头发没有绿，没事。我在我遭遇了那个事故之后，我已经失去了我的自尊，失去了我对自己很优秀的这种信心。我以前是觉得我们是有可能，那个时候他们也没有走在一起，我们大家都是好朋友，甚至我可能觉得我将来会跟他在一起。但是在之后我是自卑的。你们说同学就是你们是当时发生事故那个学校的同学？对，我们4个是一个寝室。对，你比我们晚1届。对，你是我们学妹。他跟我们玩得非常好。然后我在郝章的那边发现个夹子，里面有这么几幅画。第一个是画的一个父亲和2个孩子。我们注意这2个小孩，一个是穿红衣服，一个穿蓝衣服，2个男孩。对，上面写着“好想找回丢失的记忆，找回爸爸的脸”。然后第2张照片呢，是这个爸爸的脸，是一个问号。下一张照片是在这起火车的意外中，爸爸
把这个红衣服的小孩扔了出来。再下一幅照片是一个蓝衣服的小孩站在这儿。接下来到底发生了什么？那其实我发现郝章可能不是在这次学校的意外中失忆，而是说你从小就失忆了一次。我以前的那一次只是失去7岁以前的记忆，之后我是正常的。这是我记忆中仅存的2个画面，一个是我站在车前看着这个慢车号，但是我怎么也想不起来车上发生了什么。但你为什么穿着蓝衣服呢？那时候我不知道。然后这个呢？这个就是另一个记忆片段，就是我父亲把我从车上推下来。这是事故发生的瞬间，父亲把你从车上推下来。对，对。母亲呢？不记得了。对不起，我有看到一个细节，红衣服的小孩的鼻子上面有一颗痣。那是你呀！哇，厉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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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红衣服的小孩是他。但是这个是不是就不知道了？郝章和郝晨，你们2个是兄弟，对吗？对，是亲兄弟吗？怎么了？你说。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吗？现在我只能告诉你们，就是那起火车的事故，我跟我的父亲还有母亲都在这个车上，然后我的父亲因为这一起事故丧生了。所以说是郝先生，你的父亲是？对，然后我跟母亲幸存了。那你当时和你的弟弟走失了？然后就是在郝章那儿发现了一张通缉令。我是第一眼看了之后，我觉得这个人很熟悉，就是我送咖啡的时候，我第一时间没有认出来，然后我回去备餐的时候，我一边备餐一边在想，我就找出了这张通缉令，发现他就是这个人。郝章他其实是2次案件的受害者。那郝章其实已经认出来了，坐在他餐车上这个人是他2次事故的凶手。然后，那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他的杀人动机。我出去是想杀他的，但是他已经死了。就13.05，你冲出来。对，但是那个时候已经死了。接下来，请我的帅气的同事潇洒。好，该我了，请潇洒帮小洒车长分析一下。好，没问题。我在案发现场，然后这个是一个违禁品的一个清单，其实它里面每一个被没收了的东西上面都贴了一个没收的标签，但是很奇怪的一点，我搜了这个是剧毒，溶于液体，服用30分钟内可致人死亡，上面没有贴没收的标签。不是你没收的，不是我没收的。这个毒药是出现在这些违禁品当中了吗？没有，是在一个桌子底下发现的。所以这个显然是偷偷带上来的，就是没有被我们发现的。所有被发现的都应该被没收了。对，就刚好我们下午在试那个牛奶的时候，遇到那个试毒纸，它会变成蓝色，测出来了那个牛奶是有毒的。还有一个很诡异的点是，吴漂亮的那个视频里面看到真流浪他不喜欢喝牛奶，所以是有什么原因让他不得不喝下了这一瓶牛奶？对，这也是特别值得去思考的。对。潇洒找到了很多非常重要的东西，验毒试纸也是他找到的。
好，然后还有就是一般凶手都是自己自爆这些重要的。在死者的，突然发现不太对，死者的那个身边有一个那个尼龙口袋，然后里面有一本八卦周刊，写的是麻雀变凤凰，普通女孩加入车王家，现实里的童话。我估计死者是掌握了他的什么真实的秘密，比如说嫁给我之前的一些事情。好，这就是我找到的所有的证据。好，你有怀疑的人吗？你现在？我现在比较怀疑郝章。就是因为我的山东鸡。我有一个疑问啊，就是说真化学它过往采用的这个手段都是跟那个化学品相关的有关。那这次我们有发现任何他携带的这个，叫他上车来干嘛？我觉得是威胁人，他是要钱的。接下来我们请吴美丽。不漂亮。我跟你们说呢，因为我在郝晨的房间找了很久，我都没有出去过那个房间，长得嘴唇都发紫了，漂亮到发紫。首先呢，我发现这个兄弟呢，里面还掺杂了一个不知道是青梅竹马还是妹妹。What's this？ 那妈妈。什么？妈妈？那是个老太太。我的天哪！拿过来。你说这是妈妈？对啊。哦，这是他妈妈。所以确定那对兄弟是他们，但是呢，郝章的脸被用那个笔这样画。所以代表他很讨厌他。哦，来说说看嘛，你跟你弟弟怎么了？为什么那么讨厌他？就是在我小的时候，2002年1月31号，当时呢，我跟我的爸爸还有妈妈在这辆列车上面，因为这个事故，所以我的爸爸就丧生了，就是只有我的妈妈和我活下来。弟弟呢？就没有弟弟，我的生命里其实没有弟弟。因为妈妈是一个非常善良的女人，有一天呢，她就带回来一个小男孩。这一次事故，他失忆了，对，而且他没有家人，他的家人全部遇难了。以后这个小男孩就是你的弟弟了。这是事故发生以后妈妈领回来的。对。我的弟弟，他的性格很开朗，而且口齿也很伶俐，所以他特别受到妈妈的喜爱。妈妈很喜欢他，所以我就觉得他分走了我一半的母爱，或者比一半更多。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很反感他，就很讨厌他。对。还有呢，就是他的那个墙壁上面的照片各有2段英文，这2段英文的翻译呢，我来看一下。第一个是 I believe whatever doesn't kill you, simple make you strong， 杀不死你的，让你更强壮。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疯狂就像重力一样，只要轻轻一推。照片的另外一面呢是烟火。烟火。对，我不知道有没有什么理由。对。所以你这2句话都是写给弟弟的吗？这是写给那场事故的。你知道这场事故也是跟真化学有关，对吗？因为看到报道。对。OK。失去了父亲和一半的母爱，甚至一半多的母爱，所以你要报仇。人生很灰暗。对。所以你是一个疯狂的人吗？你是一个 madness 吗？我是觉得那个事件很疯狂。我觉得这应该描述的是你自己的心情吧。疯狂有的时候只需要轻轻推一下，你是在给自己暗示吧？
这个 madness 非常指向，有一点类似于真化学在自己的日记本里写着：“从此我要疯狂的活着。”这个疯狂和这个 madness 应该是同一个概念。它是心中一种邪恶的召唤。还有一个是他的手机里面呢，他这次会坐上我们这个火车呢，是因为有人邀请他2月1号到2号在蝴蝶谷拍摄宣传照500张，但重点是他的酬金只有200块，他也来，所以他一定是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去蝴蝶谷，或是想要碰到我们这些人，或者想要上这个车儿。对，有什么人要找？好吧，你说吧。我是一个自由摄影师，有200块钱对于我来说已经是一个工作了，所以我。那你有想要来这里找什么吗？我就是来拍照的，纯粹拍照。对。你知道会遇到我们吗？我不知道。有请陈。我主要去了这个何素的房间，发现一个特别不幸的消息，就是有可能何素他不姓何，他姓甄。此刻的汽笛、车笛犹如我的心声，一下子哆嗦了一个，一激灵。因为我在那个何素的房间发现了一个4口之家的照片，父亲就是今天的死者，然后里面的2个孩子，其中的一个比较大的孩子就是我们的何素，也是俩孩子，也是俩孩子，还有一个女儿是甄小妹，已经死了，在那起事故中死了。这个是我的继父。啊，是继父啊！对，我2岁的时候，我妈妈带着我和比我小1岁的妹妹，改嫁给了甄化学，给我起名甄小弟，给妹妹起名甄小妹。然后，我妹妹后来在2002年1月31号的事故当中丧生了。然后这个小盒里面还有2盘磁带，一盘是周杰伦的《范特西》，他最喜欢的一首歌，他做了标记，名字叫做《爸，我回来了》。喜欢周杰伦的朋友都知道，这是一首描述家庭暴力的这样一首歌。然后他在这个歌词后面还做了标注，我给大家念一下：我不可能叫你爸，你还是要打我妈，你不但打他，还打死了他。妈死后的那段记忆，我竟还失去了。就是说，何也失忆了。2002年的1月31号，不止出现了这个火车上的这一起事故。2002年1月31日上午，在 M 市铁道边缘大院发生一起故意杀人事件，致1人死亡，1人重伤。当时是我的继父对我的亲生母亲家暴，就是甄化学吗？对。在我面前把我妈妈打死的，妹妹也在，妹妹也在，但是因为爸爸打得太狠了，我就扑上去抱住妈妈，想保护妈妈，然后他就打我，就把我打晕过去了。我醒来的时候是在医院，邻居阿姨跟我说是他把我叫醒送到的医院，但我不记得。我丧失的记忆就是我被我的继父甄化学打到昏迷和在医院醒来中间这一段我不记得了。就是他打死你妈妈的这件事情，打死我妈妈我记得非常清楚。那时候妹妹在吗？我醒来之后，我才知道在当天还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甄化学带着我的妹妹，比我小1岁的妹妹逃离，去到了开往蝴蝶谷的这一辆车上。同时，因为他是搞化学的，他利用他的化学各种的试剂，在车上制造了一起事故，造成了很多人生命的丧失，其中就包括我的妹妹。当时他还想造成一个假象，是他自己也在这个事故当中丧生了，他可能想通过这个来掩盖他打死我妈妈的罪行，但是后来很快就出了通缉令。我的天！
妈妈被打死的那天，其实她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突然不说游戏，趁爸爸没有回来之前要走。但是很奇怪，妹妹就赖在地上不肯，怎么劝都不走，直到爸爸回来发生这个事情。本来那天有机会逃，然后我心里想的就是，如果有机会，我一定要保妈妈和妹妹的仇。妈妈在她被家暴的过程中，曾经反抗过吗？没有。曾经告诉过任何人去寻求帮助吗？我觉得这就是所有家暴事件当中非常让人惋惜的一点，就是有太多的女性，或者是家暴的受害者，都因为各种各样的理由给自己隐忍的借口。他们有时候觉得家丑不可外扬，觉得这是自己要消化的，不跟别人分享。所以如果说要消除家暴，绝不仅仅是让女性勇敢起来，她怎么才能勇敢？第一，女性要有足够的能力去独立；其次，社会要有足够的保障。没有生活来源，她怎么办？你指望她就站起来说不吗？所以如果没有这样的支撑，就跟一个女性说你站起来吧，你反抗吧，是不现实的。然后何素她喜欢骑车到处周游，7年骑行了这个140个地方，所以我就用7140打开了何素的手机。手机里有一个很奇怪，我也很好奇的一个讯息，就是何素一直在玩一个游戏叫《和平精英》。啊，我也经常玩，我还是自排呢，锻炼视力。我现在都有自带8倍镜的男人。好，接下来你说你那个打开了这个和平精英，有一件事情我很奇怪，就是里面有很多女生都想要加何素，但是她都没有同意，而且全部忽略了。那在她游戏记录里面，她只跟吴漂亮一起玩。就是我们4个被称作学校里的校草。那你们学校太糟糕了。很多女生都想跟我玩，但是我莫名的只对比我们小一届的吴漂亮非常的有好感。什么样的好感？跟郝章的那个好感是一样吗？不一样。是暗恋吗？不是，完全不是。觉得很亲切吗？就是你知道，男生和女生之间也有一种叫友谊，我不知道你这种人你能不能够理解。我从来没有体会过，试着去尝试理解一下。OK。然后还有最重要的一段视频啊，就是说在今天火车上，何素发现了打死自己母亲的继父在车上，而且他偷偷的在餐车拍下了他的父亲。所以你今天看到真化学了，对吧？对。但是他发现你了吗？他没有发现我。所以你看到他想弄他吗？当然。那你怎么弄他了？我确实是11点50才发现了他。对于我来说，我要在短时间内想到一个方式或者找到什么东西去弄他，我有点为难，所以我在想怎么杀他。结果没想到在1点05就听到郝章说死人了，死人了，我心中一喜，说该不会是我的仇家死了？怪不得他们那么开心呢。贵州车长，死人了，死人咗咯，死咗啦，何素，我有个问题问你：真化学承认学校小树林那起事故是他造成的，他那个是针对你的吗？是这样的，这件事情是2010年的12月31号，我们4个在宿舍玩得特别开心的时候，有2个爱学习的同学，一个叫潇洒，一个叫郝章，特别扫兴的说我们要去晚自习呢，结果他们在从宿舍去教室的路上发生了一起小树林的事故。也是因为化学品引起的爆炸。在这个事故当中，有3个同学，一个叫涛同学的同学当场死亡，我们的潇洒同学炸断了他的左手，我们叫郝章的同学炸坏了脑子。事故的肇事者就是2002年1月31号的火车事故的同一个人，真化学。我觉得有可能是针对我的。不是小树林的那个事故，它在下面用红字明确的写着，这次事件如果我被抓了，故事就到此结束了。他是做好被抓的觉悟了，他是必须要了结一个事情。对，我一直不觉得那句话是他写的，那是谁写的？
第一个呢是八卦，第二个是家仇。八卦吧。八卦，先听八卦，好，先听八卦，其他的不重要是吧？来，戒指戴上。戴哪儿？头上。这绿马甲你要吗？首先在潇洒的房间里面找到了一个结婚邀请，诚邀潇洒参加2017年6月30号贾刘和吴漂亮的婚礼。我想问，这场婚礼你去了吗？没去。没去很正常，事业忙嘛。但是没去，却还一直保留着2年半以前的结婚请柬。在旁边还有一个 U 盘，上面写着 for 鹅。我们知道有一个很漂亮的女生，她能笑出鹅叫声，所以我相信这个鹅曲项天歌。我就在想，白马浮绿水，红掌拨清波。然后我就打开了这样一个 U 盘，音频。我打开的时候正好拍向了我们北方慢车外面划过的风景。满足，不管未来有多辛苦，只要你在身边，我就满足。这歌谁唱的？真好听。这首非常好听的歌呢，是一位叫做肖战的歌手。那怪不得。他也是一个很好的演员。但这个演员还演了一个什么戏呢？有一个叫陈情令。对，还有一个呢叫做《庆余年》。他还唱了一首什么那个片尾曲？余年。对，余年嘛，对吧？好，你有跟他说过这件事吗？没有。所以你也是不知道的。你是一点不知道是吗？我只知道我跟他们玩得很好。他有超能力，他有钱，他有超能力。到后来主要是那一起意外导致你们2个出现了意外，也没得选了，对吧？然后呢，找到了一张我们当时学校的4个校草 F4我们的合影，大家手上都有一些不同的东西。潇洒手里拿着一把笛子。对，事实上我在现场也找到了这把笛子。看他有个笛子，他非常爱吹笛子。对，这个笛子呢也一直被他珍藏。但是请各位注意，你看他动作，再来一遍。笛子需要几只手？2只手。好，了解了吧？但他只有1只手。对。接下来，他还有一个自己的人生的。你看看，没有笛子都能吹，没有手算什么？你真的不用悲观，他连笛子都没有，都能吹出来，你还没有1只手算啥？可以啦。他说：“用双手去实现幸福吧。”是。第一张图就是有一个你的正面和一个长发的女生的背影，你们坐在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你在吹笛子。第2个幸福我们看到是他自己在一个山清水秀的图。我想请你帮我解释一下这2张图分别代表什么样的幸福。其实是这样的，我的妈妈是一个竹笛演奏家，所以说我从小是有一个竹笛演奏家的一个梦想。我很难过的点是因为我一直想用竹笛，然后来原创给我心爱的女孩告白
但是因为你的手受伤，所以导致你现在没有办法实现你的这2个幸福了。对。对，其实一直我觉得说，失去了左手，所以我拼命的练习我的右手，就是想让大家把我当正常人一样看待。首先，你绝对是一个正常人。我觉得身体的缺失不代表正不正常，这是我们每个人都可能在某些地方都有遗憾。但是呢，不知道他们俩的感情线是不是加深他们的山东基。因为当年在小树林发生的那一起事故，让本来可能有竞争力的郝章和潇洒，在这场恋爱当中，他们觉得自己没有参与的权利，于是就退出了，这成为他们的恨当中的某一层。算是。然后我们很不幸的是，在2002年1月31号的火车事故当中，他的全家也都在。火车上面有他一家父母和他的合影，写着2002年1月31。接下来到底发生了什么？又失忆了，又是一个失忆的孩子。我妈妈在这个车祸里面幸存了下来，跟我一起。我妈妈是说我在上车之后便失去了记忆，上车直接失去记忆，对，没等发生事故就失去了记忆，对，等我醒过来的时候，就已经在医院了。车祸之前，我很小时候的记忆，只记得一点，就有3个玩得很好的兄弟和一个小妹妹，我们是一起在铁道边边大院里面长大的。我家就是在铁道边边大院。铁道边边大院，我是住在铁道边边大院。你也是住在铁道边边大院。我只记得他们是我的同学。但是那是事故发生之后吗？对，我是在 M 市的学校跟他们认识的。我们记住啊，在铁道边边大院啊，有4个男孩和1个小女孩。其实我要补充一点，02年的那一场爆炸，虽然我的父亲是死于那一场事故里面，但是我并不恨郑化学，因为我的父亲是从小对我进行家庭暴力和毒打。下面我在给大家分享这个重要的时间线之前，我给大家2个小的信息点，请大家一定要记住。首先第一个，潇洒的。列车员例行巡查的时间是上午12点到12点半，也就是这个时间，潇洒是会在列车上巡查的。好，还有一点，在潇洒的房间旁边有一个员工厕所，上面注明仅凭员工钥匙可以打开。这个呢，就证明所有的员工会在员工厕所上厕所。而我们所有的客人，我们的房间里面是有自己的厕所的，也就是我们除了逃票上车的甄化学之外，没有人会去用那个公共厕所。如果在公共厕所发现我们其他任何一个人的东西都是有问题。好，下面就是在潇洒的房间里面发现的，这个监控录像，这个对着的就是公共区的那个牛奶，一共3瓶。然后在12点25分，甄化学往这边走了，请注意，他踉踉跄跄走过来，打开这个牛奶了，拿了一个牛奶，哦呦，他真不讲究，就对着喝了一口，喝了很大很大一口，很奇怪啊。这个时候是12点27。你看他喝完是12点半，他喝完12点半往回走，12点31分的时候他坐下去了。他已经开始觉得不舒服了。他觉得不舒服，现在12点35分，12点37分的时候他又喝了一口他杯子里的东西。这个你验过是没有问题的。
12点41的时候，他吃了一块盘子里的奥利奥。12点46分，咖啡，喝了一口咖啡。46分。52分，两只手扶头，好像感觉更不舒服了。接下来，哇，12点55分倒下。所以说他就是12点25那牛奶导致他的死亡。但是我最好奇的就是一个不爱喝牛奶的人为什么要喝牛奶？他如果渴的话，他面前又有水又有咖啡，他为什么要千里迢迢跑到这边来喝这么大一口的牛奶？对，而且还喝得很急，特别像是有人跟他说了什么，或者有人暗示了他什么，或者是他不得不喝这个牛奶。他为什么不得不喝呢？牛奶里面有钱吗？有可能，有人说你喝一口牛奶，我给你1000万。底下写着再来一瓶。我就分享到这儿了，侦探。谢谢。作为车长，我必须要告诉一个你们可能不知道的消息。明天下午我们会精品一个蝴蝶站，但是在明天早晨6点，我们还有一站要停，叫铁路边边大院。哦，你们各自再说一下你们偷来了的东西啊！你是给妈妈报仇，还有妹妹。张呢？我是给自己报仇。我也是自己为自己，所以不涉及亲人的问题。你没有家人在那个？你不是有父亲？对啊。对，但是他不恨，他恨他父亲，所以恨他。对，我恨我父亲。你的动机出来了吗？我的动机目前看来是对，但是我的父亲也是在那个车祸中丧生了嘛。他们俩动机都没出来。他威胁我，威胁我们两个，他威胁我们两个人，他拿很重要的事情威胁我们。你要投吗？第一轮是要投票的吗？对呀。又没有小谱，没人帮我，我还得在6个里面选一个。我太难了。师傅，师傅，师傅在我心目中是最高大的。你怀疑谁？如果是我现在去投的话啊，这2个比较可以。你要问我吗？谢谢你的意见。你怎么不问我呢？我问你吧，好，问。我觉得是这2个。何素认为可能是在贾流和郝晨当中，吴漂亮认为可能是在郝晨和郝张当中。盲投，这完全是盲投，没有任何的推理，实在没办法，故事都还没出来呢，只能这么推吧。接下来第2轮搜证吧。好，加油，走吧。上抖音 APP 搜索话题“明星大侦探”，猜猜谁是真凶，惊喜福利抖不停。抖音越玩越嗨，办案脑洞大开，快来下载抖音 APP， 一起来探案吧！你知道你这种行为多可怕吗？我知道我是一个坏人，要不我们弄死他得了。没有一个人提前知道真流浪会上这个车。这什么呀？你家里也家暴吗？你知道他打死你妈妈这个事儿？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死。啊，有一个针。针筒的意义是什么呢？针有毒。有毒，这里面有毒。你的化学知识是目前最符合杀人手法。但是我杀他的动机并不强烈。你距离现场是最近的。你确定针管是凶手的？那这样的话，起码我也没有嫌疑。我杀他也没有用啊。毒一定只在凶手手里。如果我们按照这个逻辑来的话，只有一个人能是凶手。案情高能到手抖，稳定拍摄靠 Reno。感谢5G 视频手机 OPPO Reno 3 Pro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上微博搜索“明星大侦探”话题词，一起边看边聊。感谢特别合作媒体微博台网、微博综艺。战略移动资讯平台网易新闻、网易娱乐、网易号。独家深度合作媒体新浪娱乐、新浪新闻客户端。特别合作新闻客户端界面新闻、一点资讯、Zucker 封面新闻。特别合作 WiFi 万能钥匙、讯飞输入法、亲宝宝、中华万年历、造、豆果美食、闪萌。感谢网媒支持：中青网、凤凰娱乐、新华网、北青网、环球网、国际在线、中国网、千龙网、粉丝网、中国娱乐网、360娱乐、猫扑娱乐、新浪湖南、大疆网、红网、大众网。高能侦探再度集结，神秘嘉宾，敬请期待《明星大侦探》第5季，每周5中午12点，芒果 TV 全网独播。